10亿票房，却换来整个娱乐圈死一般的沉寂。这到底是因为周星驰人品太差，还是他触碰了行业的禁忌？当看到功夫女足的数据狂飙，不仅没明星站台，甚至连一句公开祝贺的微博都没有，星爷这是被封杀了。梁朝伟、张曼玉、舒淇这些曾经的老搭档无一发声，名利场上的世态炎凉在这一刻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没有天王助阵，没有流量转发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仿佛成了一座被时代孤立的孤岛，让人看着心酸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彻底明白，原来周星驰的背后从来就不需要那些虚伪的客套，他拥有的只有我们。这种孤胆英雄式的成功撕开了演艺圈最后一张遮羞布，原来星爷的背后真的就只剩下我们这些观众了。对比之下，冯小刚的抓特务首映礼那叫一个锣鼓喧天，半个京圈的权贵几乎倾巢出动，场面极其宏大。看着那些大佬们勾肩搭背推杯换盏，你以为是在看电影首映，其实是在看一场顶级的人脉资源博览会。冯导的面子比天大，每一声贺喜的背后都是人情往来的价码。在这场资本的游戏里，作品反而成了配角。胡歌、雷佳音双男主坐镇，筹备近30年，耗资3亿公关，这配置简直是奔着影史第一去的，气势吞山河。每一分预算都花在了刀刃上，铺天盖地的宣传，仿佛要强行喂给观众吃。这就是圈内大佬的顶级排场。首映礼办得比春晚还要奢华，台下坐着的不是制片就是资方，每一个人都在卖力鼓掌，营造出一派繁荣景象。这种精英阶层的闭环互助，让人感叹圈子的力量。只要人脉足够硬，哪怕是烂片也能被吹成绝世经典。韩红更是讲义气，零酬劳做完了全片配乐，这份人情债在圈内可不便宜。他上台后的那番话更是耐人寻味。地道的北京腔透着一股子江湖大哥的豪气，他不是在推荐电影，他是在号召兄弟姐妹们给冯导一个面子。虞书欣更是财大气粗，一个人直接豪掷千金包了10场，这种粉丝经济加人情支持的玩法简直令人啧舌。黄轩紧随其后包了9场，大家都在比拼谁更有心，谁更懂事。这场应援战打的那叫一个如火如荼，热闹非凡。前后合共57位艺人亲自下场，这哪是电影宣传，这分明是一次大规模的队礼，在向京圈权力中心致敬。辛芷蕾、王宝强、陈凯歌，名单长得让人眼花缭乱，这份人脉清单足以让任何一个新人导演感到绝望。院线经理们也是人精，看着这惊人的排场，开局就给出了 25.9% 的超级排片，几乎垄断了黄金时段的屏幕。在他们看来，有这么多大咖背书，这电影票房还不得起飞。可惜资本算准了排片，却没算准观众的心。结果现实极其讽刺，首日上座率竟然只有惨淡的 3.3%， 偌大的影院空空荡荡，只有资本在暗自流泪。上映11天，票房才勉强过亿，这相对于3亿的投资来说，简直是赔得连底裤都不剩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那些坐在藤椅上的主创们，此刻的心情恐怕比冰水还要冷，人情换不来上座率，这成了最响亮的耳光，连胡歌和雷佳音的片酬都覆盖不住，这就是典型的圈内自嗨。韩红那句走个面彻底成了业内的笑柄。人情闭环在市场逻辑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废纸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谁在认真拍戏，谁在应酬社交。反观被嘲笑没朋友的周星驰，他的功夫女足完全是另一种画风，这种反差简直是教科书级的降维打击。从官宣定档到正式上映，一共只给了5天时间，这在当下的电影宣发界简直就是自杀式的裸映行为。没有精美的宣传画册，只有一张潦草的手绘海报，这种自信或者说这种倔强，全中国恐怕只有周星驰做得出。没有所谓的主创全国巡回路演，没有直播间里的疯狂带货，他甚至连电影最基本的物料都懒得去过分包装。没有明星连麦打 call， 没有那种尴尬的人情转发，他就这样静静地把作品放在那儿，等待着命运的最终审判。连个像样的首映发布会都没办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周星驰这次是真的老了，彻底跟不上时代的营销节奏了。别说拉圈子站台造势了，连完整的演员阵容都保密到了极点，这种极端的低调在外界看来就是心虚和放弃。业内不少竞争对手都在暗自窃喜，等着看这位昔日的喜剧之王栽跟头，等着他被时代的洪流彻底无情吞噬。甚至有专家预言，国产体育题材是票房毒药，再加上这种零宣发的傲慢，票房能破2亿都得算祖上积德。这种充满偏见的预测充斥着整个圈子的评论区，所有人都在唱衰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周星驰晚节不保。
在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，周星驰这种老派的做法已经过时了。现在的电影市场靠的是流量和营销，可现实却给了所有傲慢的人一记重锤。当大银幕拉开，观众的狂热瞬间引爆了积压已久的市场期待感。那种久违的兴式幽默，那种对底层人物的细腻刻画，让所有关于数据的预测都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。上映27分钟票房破亿，这种速度简直是在抢钱，首日更是狂揽 2.6 亿，直接把同期对手打得找不着北。周星驰用事实证明，好的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营销，那些虚头巴脑的路演在真情实感面前一文不值。以不到一半的排片，硬生生吃掉了全大盘近80%的票房，这种恐怖的统治力让院线经理们看直了眼睛。这就是降维打击。当别人还在研究怎么骗观众进影院时，周星驰已经在考虑怎么让观众在影院里笑出眼泪。4天破7亿，如稳步迈过8亿大关，总票房预测直奔18亿而去。这个数字让那些所谓的京圈大佬们沉默了。一个没朋友的人赢了那一群爱交际的人，这种反差带来的不仅是票房，更是对娱乐圈秩序的重新审视。更打脸的是，连央视都亲自下场点赞，称赞影片中传递出的不屈体育精神，这可是最高规格的认可与加持。比起那些明星的尴尬吹捧，官媒的盖棺定论才更具分量。他告诉所有人什么是真正的文化影响力。可即便如此，圈内明星依旧集体声，那种由于立场和利益导致的沉默，在繁华的票房数据下显得格外刺眼。愿意私下包场的艺人寥寥无几，这种由于对战错了而产生的尴尬，让整个演艺圈的人情味消失殆尽。连抓特务那边明星阵容的零头都凑不上，这种极端的对比再次揭露了娱乐圈拉帮结派的丑陋现状。很多人说周星驰人缘差，混了一辈子连个真心帮宣传的朋友都没有，殊不知是他根本不屑于经营这些虚伪。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给了镜头，把所有的情感都留给了角色，这样的天才注定是无法与世俗握手言和的。在他的世界里，电影高于一切，人情世故不过是创作的干扰项，这种极致的纯粹往往被平庸者视为异类。当你了解了他和项家那段纠缠几十年的陈年恩怨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在那个圈子里会如此不受待见。90年代的永盛影业，那是港圈实打实的巨无霸，而周星驰则是他们手中最挣钱但也最不听话的摇钱树。那时候的他一个人扛起了香港票房的半壁江山，可即便如此，他在那些大佬眼中依然只是个打工仔。赌圣逃学威龙每一部都破纪录，可他的片酬却被死死压在70万，这简直是对才华的公开掠夺。没有票房分成，只有微薄的死工资，他在创造奇迹，而别人在数钱。这种极度的不公平种下了日后决裂的种子。多次提出涨薪却被无情拒绝，连最基本的创作自由都受到层层限制，那种被资本锁喉的窒息感谁能体会？周星驰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，他骨子里的清高和对电影的痴狂让他注定要走出这条反叛的道路。后来他想自立门户拍少林足球，那是他想证明自己的背水一战，结果却遭到了全行业的联合绞杀。项家直接放出狠话，谁敢给周星驰投1分钱就是跟项家过不去。这种江湖封杀令在当年的港圈威力惊人，闹得他四处碰壁，甚至连拍摄的胶片都快买不起了。那种众叛亲离的绝望，换做别人早就彻底崩溃了。2014年那篇5万字的网文风波彻底点燃了积压多年的火药桶，向太晨岚亲自披挂上阵，力述周星驰罪状。从人品到财色，各种真真假假的指控铺天盖地，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处决，旨在将他彻底钉在耻辱柱上。不仅是舆论攻击，更是逼着全香港的明星公开站队。在那样的压力下，没有人敢为了一个疯子得罪大佬。那些曾经在他电影里大放异彩的配角也纷纷三缄其口，生存还是尊严，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残酷的选择题。王晶、杜琪峰这些大佬也接连表态，言语中透着对这位天才的不屑。这种集体的背叛比刀子还要伤人。张家辉、刘青云、任达华3位影帝在采访中齐刷刷的一句跟他不熟，彻底斩断了他在那个圈子里的最后人脉。但与其说是外界的打压，不如说是他自找的孤独。周星驰是一个典型的片场孤独症患者，他根本不属于人类社会。在他眼中，除了电影，世间万物皆是虚妄。他不会送礼，不会寒暄，更不会为了资源去卑躬屈膝的应酬。他对人情往来几乎一窍不通，甚至觉得那是对生命的浪费。他的脑细胞全被用来思考那个表情该怎么演。别人拍完戏都在包厢里推杯换盏，他却一个人躲在剪辑室，对着同一个镜头能从深夜看到黎明。
一句话能磨几十遍，一个背景板的走位能让他大发雷霆。他这种对完美的病态追求，得罪了所有想混饭吃的人。在他的片场没有明星，只有道具。这种不近人情的专业主义，让他成了大家口中那个难以相处的魔鬼。别人出席颁奖礼都在社交，他坐在那儿却像个透明人，满脑子可能都是下一个分镜该怎么画。这种走神是骨子里的，他不是不懂规则，是他根本不想把生命浪费在这些虚伪的社交上。他的孤独是对艺术最高的致敬。很多人劝他圆滑一点，劝他多交点朋友，但他却用一生的沉默告诉世人，天才不需要成群结队，弱者才需要取暖。他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早已洞察了名利场的真相，所以他宁愿坐在角落里发呆，也不愿去中心跳舞。观众喊了10几年的欠星爷一张电影票，这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顶级的营销口号，但他从未消费过这句话。他甚至觉得这个说法让他受宠若惊。在他看来，电影拍好了是本分，观众买票支持是恩情，不存在谁欠谁。在这次功夫女足的路演现场，他拿着麦克风，语气却极其谦卑，我欠观众和粉丝好多顿饭。他深知很多人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，这份跨越时代的情感链接是他能够无视圈内封杀的最大底气。他明白大家愿意为记忆买单，但他更希望能用新的欢笑来回报这份厚爱，而不是靠卖弄情怀来收割粉丝。所以他从不求任何人捧场，因为最好的捧场已经在每个观众的心里。这种双向奔赴远胜过万语千言。每一个掏钱买票的人都是自愿的，这种自发的支持是任何资本公关都无法买到的顶级流量。以前总觉得在娱乐圈混人脉就是生命线，没朋友就没资源，但周星驰用他的孤独击碎了这个谎言。现在看周星驰才懂，真正的底气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而是当你想表达时，有多少人愿意安静地听你说话。当你拥有了跨越时空的作品，那些权力的封锁和人情的冷暖，不过是天才登顶路上的几声犬吠罢了。酒局上的交情是虚的，首映里的合影是假的，那些在大佬面前唯唯诺诺的笑容，都经不起岁月的淘洗。唯有观众手里那张实打实的电影票，才是对一个创作者最尊严、最硬核、最无法作假的认可。他独行了半辈子，看似孤身一人，其实他身后站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是我们共同的童年和青春。比起那些繁华的人脉森林，星爷拥有的是整个银河系最璀璨的观众星海，这才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底牌。在这个名利至上的时代，周星驰的存在就像一束冷光，照亮了艺术最本真的样子，孤独却无比耀眼。